折叠屏手机现在已经有很多家都在做了，但16:10比例的折叠屏这一次是第一次见。那因此呢 P20X 的屏幕这一次打出的口号是扩折叠。那这样全新设计比例的手机用起来体验到底是怎么样呢？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龙骨。那首先，我第一次在线下摸到这款手机的时候，会觉得这一款手机的握持感很奇怪，因为它不像直板机那样可以用手握在手里，小屏折叠形态的 P20X 是被抓在手里的。那这样的好处是它足够便携，而且不会被甩出去，可以随手塞在牛仔裤的口袋里，不会觉得硌得慌。在单手握持的情况下，直板机可能会因为上方太长，在触摸的时候会甩落，但它在折叠状态下足够小巧，抓得很稳。展开以后，它的握持体验就没有那么好了，因为长时间使用这个展开的屏幕，我会觉得虎口这个位置有一点痛，但这应该是折叠屏的通病。它的重量呢和 iPhone 16 Pro 差不多，但我是会觉得它拿起来会更轻一点。这也是折叠屏屏幕更大带来的优势。在材质方面，我的这一款是幻野黑，采用的是玻璃材质。我其实很喜欢玻璃的质感，像我之前的 iPhone 11也是玻璃材质，看起来真的很优雅。但问题就是，对于手汗多的人来说，玻璃材质的手机用起来就是很灾难。背板玻璃沾的全都是指纹，而且这个手机的内屏也是很容易沾指纹的材质，经常用一天下来，这块手机就会被沾染的有一点脏。但其实 P20X 有好几种材料的外壳，个人觉得素皮的材质可能用起来会更舒服一点。因为这其实是我第一次使用折叠屏作为主力机，在我上手之前呢，我会很怀疑这个折叠屏的折痕究竟会不会影响使用体验。那这是在折叠屏刚面世的时候，大家都会讨论的话题。那在我使用这段时间后呢，我的答案是完全不会影响正常使用，甚至你平时根本不会注意到它。唯一注意到它折痕的时候，就是合上它的时候。但有几个问题是我上手以来一直都没有能完全适应的。第一是锁屏和音量键的设计，在小屏折叠情况下，锁屏键在右侧，音量键在上面，而展开后呢，锁屏键来到了上面，音量键在右侧，并且在小屏状态下，音量键的左按是提高音量，右按是降低音量，这和本身正常的认知是相反的。那这可能会对刚上手的用户产生一些困扰。第二是展开的设计，因为 P20X 是侧面展开的设计，因此呢，当你第一次展开 P20X 之后，你会发现还需要再旋转一下，才能看到正常的屏幕状态。那这一点其实按理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只是需要你旋转一下，并不费力。正常室内双手操作的时候呢，没有任何问题。但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，当你只有一只手在户外操作的时候，因为这额外的旋转，会让本就需要打开使用内屏的操作多一个步骤，使用内屏这个需求就变得比较麻烦。那这一点其实也很好解决，只需要将主屏幕也适应一个自动旋转的功能就可以了，但目前还没有适配，比较遗憾。那说完上手的体验以后呢，我们来讲一下这次 P20X 最大的亮点——屏幕。16:10的屏幕是我第一次见。那它的好处和缺点是什么呢？ P20X 分为两块，外面3.5英寸的小屏和打开后6.3英寸的内屏，都同样支持1到120赫兹的自适应刷新率，在基础的观看体验上是能得到保证的。那屏幕这一部分，我觉得可以分为外屏和内屏两部分来讲，内屏呢又可以分为竖屏和横屏两个场景来说明。P20X 的小屏在我看来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设计，有很多有趣的主题，看起来清晰度其实是很高的，至少在我看来呢还是比较细腻的，观感很不错。但在我看来，这个小屏的实用性还可以更好一点。比如目前现在右滑可以直接对话的小艺 AI， 在我的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个功能次数几乎为零。我明白现在各家都需要做 AI 来提高自己品牌的含金量，但现在苹果的国内 AI 也一直没有上，所以我觉得并不着急把 AI 的优先级调得这么高，或许这个地方还可以放一点别的内容进去。其次是外屏的这些 app 的可用性比较低，比如抖音目前只适配了关注页和推荐页的视频，关注和点赞，日常使用率比较高的评论也用不了。但让我们比较惊喜的是微博、小红书、高德地图和 QQ 音乐。高德地图是我觉得小屏使用的最佳 app， 那因为在外出的时候呢，也不需要频繁打开内屏，只需要用小屏看一眼就可以走了。QQ 音乐则是适配的比较好的 app， 有歌词页、单曲封面以及首页，使用起来比较方便。微博则是我认为几乎能够在外屏实现所有操作的 app， 推荐每一个 app 都最好能够做到像微博这样。小屏不能旋转方向，似乎是因为想让用户只用这一个方向去操作，但既然把它做成了正方形，每一次从兜里掏出来的时候都要重新辨识一下方向，也会让开机点亮屏幕这一步变得更麻烦一些。到了内屏，我们就要从两个角度来聊了，分别是横屏状态和竖屏状态下的 P20X。横屏状态下真的很适合看电视、综艺、电影一类的视频，也就是所谓的为内容而生。那现在16:9的视频比例还是主流，在看大多数视频的时候都能够得到不错的观感，上下只有一道细细的黑边，屏幕也比正常的直板机要更宽，所以看这类视频的话，观看体验真的非常好。那我日常大部分时间也都是会用它去看横屏的视频，但是要注意的是，在看2.39比的电影类内容时，上下的黑边就会变得很宽，观看的体验相较于直板机呢就会差一点。在使用小红书的时候，它的横屏使用体验也是和平板类似，能够同时观看更多类的瀑布流。在这里真的要讲一下小红书的适配啊，真的太强了。目前在 P20X 上，腾讯视频剪映 WPS 是可以点击立刻横屏使用的，那其他很多 app 都不支持横屏使用。我是觉得作为折叠屏，
可能更多时候呢是需要用到内屏的横屏状态，所以呢各类 App 开屏能够识别到横屏并翻转过来时，是我觉得最完美的一个状态。但 Pure X 现在自己本身的主界面也不支持横屏，所以可能这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适配过程吧。那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讲。游戏场景下，我们以王者荣耀为例，那为什么不以别的游戏举例呢？因为别的游戏红幕系统还没有适配。在没有接触到折叠屏的时候，我会盲目的以为折叠屏的屏幕面积既然比直板机大了那么多，那显示的画面应该也会比直板机更多一点吧。但其实并没有。同样的位置，直板机其实在横向上能够看到更远一点的距离，也会看到更多的画面内容。另外，希望红魔能够尽快适配金闪闪之战，在这种大屏幕上下棋，我还是保持一点期待的。在竖屏使用时，我们会发现，像抖音、快手这样的短视频平台，视频画面能够填满整个屏幕，这样在看一些横屏或者4:3、1:1比例视频的时候，都能很舒服。因为它本身屏幕就足够大，能够显示的画面要比直板机大很多。但是在观看9:16的视频时，也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手机拍摄比例的视频时，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画面的上下两部分会被裁切掉一点，缺少了很多信息，并且由于上下这两部分，日常各大博主都会在这里放字幕和一部分的文字标题，在竖屏使用时也会被填充放大，导致信息的重叠，观看的体验并没有那么好。在看书时，因为 Pure X 的屏幕比例是16:10，这个比例和很多书籍的比例是相似的，所以在观看体验上是和书籍差不多的。在我日常的阅读过程中，感受也是类似的，不管是看书也好，看漫画也罢，使用的体验要比直板机舒服很多。但我发现，在同样的设置下 ，Pure X 的内容信息其实和直板机是一样的，两个手机的文字大小同样是日升19，显示的文字数量其实是差不多的。看漫画的时候，如果你是看那种一页一页的漫画，那 Pure X 的体验是要比直板机好很多的，屏幕更大，显示的内容也更多，看起来也更爽。但如果是那种竖向的卷轴漫画的形式，那还是直板机看起来内容会更多，而且更流畅一点。我在使用 Pure X 的过程中，我发现当我展开和折叠的过程中，就非常像在打开和折叠一本小人书。如果能够以这样的形态去阅读的话，也是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。但现在无论是华为阅读还是微信读书，都不支持这样的形式去看书，会有一点遗憾。在适配上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比如像微信读书，到现在只有目录和调节文字大小两个选项，不能做笔记，不能选中文字，不能做其他任何操作。希望能够尽快的适配吧。Pure X 的卖点之一叫做眼动翻页。就是当你的眼睛看到画面右下角，再看回到屏幕左上角，画面会自动翻页。目前我使用下来的感受是，这个功能的初衷是非常好的，但是精度还存在一定的问题。比如我看到下面这个部分，眨眼的时候，系统就会认为我是看完了这一页，自动给我翻过去了。所以这个功能呢，也没有使用多久就关闭了，并且这个功能目前只有华为阅读支持，其他 App 还不支持。在竖屏使用社交购物软件时，目前 Pure X 的画面显示信息还是要比直板机少一些的，主要是因为目前这些 App 采用的适配逻辑都是横向的拉伸，单方面把 App 放大，导致虽然 Pure X 的画面要比直板机大了不少，但能够利用起来的并不多，在显示信息的密度上还是不如直板机多。终于讲到影像系统了。其实以往在体验各种手机的时候，我最期待的就是手机影像系统。拿到一款手机总是会情不自禁的打开相机，先看看拍摄效果如何。但华为 Pure X 并不是这样一款让你能够期待影像系统的手机。首先来看参数一共4颗镜头，分别是4000万像素超广角微距摄像头、800万像素长焦摄像头、5000万像素超感知摄像头，以及这一颗华为主推的红枫原色摄像头。其实这4颗镜头单纯从参数上来说，除了长焦的800万不太够用，别的也都还可以实际使用情况也是如此。首先来看拍照，日常拍照的话 ，Pure X 其实并不差。日光充足的情况下，不管拍摄近处还是远处的物体，都能有不错的效果，包括拍摄人像，也能得到比较舒服的照片。而一旦在光线较差的环境下，它的拍摄能力就会有明显的下降，会出现比较严重的模糊失真，非常吃光。但 Pure X 自拍，我认为是非常优秀的，因为它拍我拍得很好看。同时 ，Pure X 有一个功能叫做双屏同显，可以在拍摄时让被摄者看到当时的画面，非常贴心。给拍张照。在录像时 ，Pure X 目前支持的最高画质是4K 60帧，运动稳定支持最高画质是2.7K 30帧。但是目前 Pure X 在录制60帧视频时无法调用长焦，只有4K 30和2.7K 30帧录制时能够调用长焦。因此，如果你有很强的影像记录需求，Pure X 这款手机可能并不适合你。但如果你平时只有扫二维码、随手拍点生活照片的需求的话 ，Pure X 还是可以的。那 Pure X 这次搭载的电池容量是4720毫安时，这个电池容量绝对不算大，但轻度使用1天是足够的。五一的时候呢，我们带着 Pure X 去露营，在日常拍摄使用1天后，晚上回家的路上就只剩下10%几的电量。因此，如果你经常会拍摄或者打游戏，那1天2充是肯定的。Pure X 在整体的使用上，我目前还没有遇到任何卡顿。在户外拍照连拍的时候 ，iPhone 16 Pro 已经会出现卡顿了，但 Pure X 依然能够保持连拍。甚至最让我惊喜的是，在户外20度的情况下 ，iPhone 16 Pro 已经出现降亮度的情况，但 Pure X 在户外依然能够保持很亮的亮度，能够清晰的看到画面内容，这一点非常优秀。系统生态。
这次 Pure X 是一款内置搭载原生红魔 Nex 系统的手机，那红魔 Nex 5体验究竟如何呢？我的评价是有点拉胯。在我使用的这段时间里呢，能够感受到一些鸿蒙系统的优点，比如说很多 App， 华为账号可以一键登录，省去了输入手机号和验证码的麻烦，非常方便。其次，目前鸿蒙系统的动画我觉得做的也是可以的，比较流畅，使用上也不会有卡顿的情况。非常关键的一个影响因素是，鸿蒙系统目前的软件适配真的很差劲，甚至会影响到你日常的使用。在这里呢，我简单讲几个我遇到的问题。原生 App 我遇到的问题包括应用商店没有排行榜，相机一览框的果冻效应明显，第三方 App 遇到的问题尤其多，微信不能切换微信账号，只能退出重新登录，微信不能搜索表情，不支持位置共享，竹一通下载的 App 很多都不支持微信登录，那竹一通下载的网易云音乐也无法分享，还有很多受限于篇幅咱们就不一一列举了。当然有些 App 适配的还是比较好的，比如之前已经夸过很多次的小红书，但能够做到小红书这样的 App 还真的是少之又少，这就需要华为不断去推进各大 App， 针对红魔 Nex 做更进一步的适配。目前 Pure X 这一款为内容而生的手机，能适配的内容还是比较少的，大部分都做的没有那么好。其实 Pure X 这个手机形态是非常有想法的，16:10这样的比例能够适配16:9这样主流的视频比例，也能适配我喜欢的4:3比例的视频，只是需要对9:16的视频再去做一些优化。我之前也一直觉得华为这家公司是很有设计想法的，比如之前推出的 Lipstick 2口红耳机，还有另外一款耳机，都可以看出华为其实是想要去做出改变，在试图做一些新的产品。这一点我觉得要比16E的推出要更有创新性一点。但是单论 Pure X 这款产品，它绝对不是一款适合大多数人的手机，大部分人应该还是更适合 P 系列或者 Mate 系列。我之前也是 P 系列的用户，包括我的家人现在也都在用 P 系列的手机，体验都不错。Pure 这款产品，我觉得更适合以下几种用户：一是想选择一款小折叠，能够随时展开，获得类似平板大屏体验的用户；二是完全喜欢这样的折叠屏手机，单纯冲着颜值去入手的用户。但无论是哪一种用户都需要明白的是，现在的 Pure X 还是一个半成品。这里的半成品完全是因为红魔 Nex 5系统的问题，在之后的时间里肯定会逐步适配，将所有基础的功能完善，甚至可能会再开发出一些优秀的功能。而现在选择入手的用户需要承受的问题就是各种基础功能的缺失，甚至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工作。在入手前，你需要做好这些心理准备。OK，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是龙骨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